大家好，我是大卫，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今天的视频将聚焦于一种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和神话传说中频繁出现的绝美水禽，经常被称为爱情鸟的鸳鸯。在本期视频中，我将带领大家深入探索鸳鸯的世界，欣赏其绝美之处，并同时澄清一直以来人们对鸳鸯的一些误解。鸳鸯的英文名是 Mandarin Duck， 它是雁形目鸦科中的一种水鸟。毫不夸张地说，它可谓是最美丽的水鸟之一。在繁殖季节，雄鸳鸯展现出极为引人注目的羽色，它们拥有少见的鲜红色喙端饰有明亮的黄色嘴甲，额部和头顶中央的羽毛呈现出闪烁的翠绿色，仿佛镀上了金属光泽。枕部则闪耀着红铜色和深绿交织的羽毛，尤其是后颈的暗绿和紫色羽毛格外长，形成了独特的头冠特征。雄鸳鸯的上体呈深色，腰部和背部呈褐色，且带有绿色的金属光泽，下体则呈浅色。然而，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就是最后一枚三级飞羽的特殊结构，形成了一块大面积矗立在背部的帆状羽毛。这块羽毛呈耀眼的橘红色，也是鸳鸯的显著标志之一。雄鸳鸯胸部呈现出带有金属光泽的深紫色，这恐怕就是被古人称为紫鸳鸯的缘由。雌性鸳鸯的羽色相较雄性鸳鸯来说相对较为朴素，其整体颜色为深沉的灰色，缺乏雄鸟那引人注目的帆状三级飞羽。此鸟最显著的特征是明亮的白色冠眼纹以及喙的灰色。在非繁殖季节，雄性鸳鸯会换掉繁殖期的华丽羽毛，换上一身与雌鸳鸯相似的暗淡羽毛，以达到隐蔽的目的，也称为隐蔽期羽或时羽。鸳鸯主要分布在亚洲东部，从这张鸳鸯世界分布图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的主要栖息区、繁殖地以及迁徙范围。在图中，深绿色部分表示它们的留鸟分布区域，浅绿色部分则代表外来引进的区域，浅蓝色区域是它们的迁徙地，深蓝色则表示越冬地，而黄色部分则标示它们的繁殖地。中国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鸳鸯湖是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大的野生鸳鸯越冬栖息地，冬季数量可能超过2000对。鸳鸯通常选择栖息于溪流、沼泽、湖泊等水域中，尤其喜欢那些被阔叶树林环绕的沼泽和生长着芦苇的水域。白天它们常在水面中央漂浮游弋，而夜间则更活跃地在阔叶树林中活动。晨昏时分，它们常出现在水田和沼泽地的岸边。鸳鸯是一种杂食性的鸟类，其食物种类相当多样，食物的种类常随季节和栖息地的不同而有变化。在越冬时，它们主要以草籽、玉米、稻谷等植物性食物为主，但也包括小鱼、蜗牛、水生昆虫等动物性食物。在繁殖季节，鸳鸯主要以蛙、鱼、软体动物以及昆虫等动物性食物为主食，尤其对于幼鸟而言，它们主要以昆虫为主，不过也兼食草和浆果等植物性食物。在城市公园中生活的鸳鸯有时也会食用人工投喂的食物，包括馒头、面包，甚至猫粮等。这种适应性强的饮食方式有助于它们在不同环境下生存和繁衍。提及人们对鸳鸯的误解，不可避免地牵涉到对其繁殖习性的误解。由于鸳鸯通常成对生活，古代中国文化中将它们视为恩爱夫妻和忠贞不渝的象征，代表着永恒的爱情。实际上，当时古人说的鸳鸯是另一种鸦科鸟类赤麻鸦，因为赤麻鸦的生活习性多为成双成对结伴而行，又有一个醒目的特征是头部略呈白色，很容易让人产生白头偕老的联想，这就使得鸳鸯与男女爱情的联系被进一步强化。诗词里常有鸳鸯白头的描写，如李商隐《石城诗》：玉童收夜药，金笛手更愁。共笑鸳鸯起，鸳鸯两白头。梅尧臣、伊运和徐元于独记内诗戏称：鸳鸯同白首，相得在中和。水客莫惊笑，云间比翼多。在清代雍正之前，现在的鸳鸯一直被官方确定为西施。由于繁殖季雄性西施的羽毛有不少紫色，所以又被称为紫鸳鸯。如唐代大诗人李白在他的《古风59首·其18》中所云：七十紫鸳鸯，双双戏庭幽。杜牧在他的《齐安郡后池绝句》中也写道：
近日无人看微雨，鸳鸯相对遇红衣，说明当时鸳鸯与紫鸳鸯不是同一种鸟。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西赤的人气不断提高，民间开始有意无意地将紫鸳鸯的紫字省去，直接呼西赤为鸳鸯，如北宋营造法式彩画作制度图样里的鸳鸯与西赤甚至被交换了名字。而雅意特别澄清道：今妇人闺房中，是以鸳鸯，黄翅五彩，手有鹰者，皆西赤耳。但紧接着又说：然西赤亦鸳鸯之类。显然没有对西赤取代鸳鸯的现象表达反对意见。到了清代，雍正时期由宫廷画师于省字增三绘制的《百花鸟图》中，鸳鸯不再是赤麻鸦，而是原来的西赤。至此，西赤的鸳鸯身份得到官方认可，真正忠贞爱情象征的赤麻鸦被抢走了鸳鸯的名字。现代的鸳鸯并不像雁行目中的某些物种，如天鹅、树鸦、雁、麻鸦那样终身配对，实际鸳鸯通常只维持一个繁殖季节的关系。有时，雄鸟甚至在孵蛋开始后就离开雌鸟和孵化工作。这种误解可能是由于古代人缺乏现代观察和研究工具，如望远镜、鸟类环志、GPS 和生物芯片，只是认为西赤与赤麻鸦都是一类鸟，生活习性也该差不多，属于以讹传讹造成的误解。物种二名法，拉丁学名命名法，在1753年林奈的著作《植物种志》中的正式确立，为人类对各种生物的深入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鸳鸯通常选择山地森林作为其繁殖地点，它们在3月末和4月初迁徙到这些地方，但并不会立刻开始筑巢。相反，它们在附近的河流和水塘中成群结队活动，直到气温逐渐升高。随着气温升高，鸳鸯才逐渐分散，成队进入筑巢地点。它们的巢穴通常位于老林树旁边的天然树洞中，高度约在10至18米左右。鸳鸯的巢穴非常简陋，主要由树洞内的木屑和雌鸟从自己身上拔下的绒羽构建而成。巢洞的入口大约为8厘米乘9厘米，巢洞本身的大小大约为43厘米乘34厘米，洞壁约8厘米厚，洞深大约为64厘米。鸳鸯的繁殖行为通常发生在4月，每窝通常产卵9至12枚。雌鸟负责孵卵，孵化期约为29天。交配行为通常开始于4月下旬，一直持续到5月中旬。交配活动常以雄鸦频繁点头，近嘴于水中，伸直颈部，头部时左右摆动开始。接下来，雄鸟和雌鸟一同游泳，然后发生交尾行为，通常每次约2秒钟，可连续进行4至5次。交配后，它们昂首展翅，进行水浴和整理羽毛，然后上岸休息。5月初，雌鸟开始产卵，每个巢穴通常产卵9至12枚，卵呈圆形，白色，光滑无斑，尺寸约为47至52毫米乘37至40毫米，平均为50毫米乘38.3毫米，重量在18至45克之间，平均为22.9克。雌鸟负责孵卵，而雄鸟会在雌鸟开始孵卵后离开，前往隐蔽的河段换羽。在孵卵期间，雌鸟每天除了早晨和傍晚外，通常不离巢，特别是在孵卵的最后1至2天几乎根本不离巢，表现出极强的恋巢行为。鸳鸯雏鸟具有早成性，它们在孵化出壳后身上立刻长满绒羽，在第2天，雏鸟能够从树洞中跳下来，进入水中，开始游泳和潜水。离巢时，青鸟会先在巢穴中发出吃啊吃啊的鸣叫，持续1小时之久，然后青鸟才会从巢中飞出，飞落至树下的水中，然后继续不停地鸣叫。巢穴中的雏鸟也会跟随，发出叽叽的鸣叫声，并用锐利的爪子慢慢爬到巢口，然后一个接一个地跳到树下的草地上，迅速跑向水中，在青鸟的周围游泳。这个长着绿色头冠、红色眼睛的水鸟叫什么呢？有知道的观众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我也会在下期节目揭晓答案。最后再来说说鸳鸯的保护现状。全球鸳鸯种群数量约为65000至66000只，其中中国大陆种群数量约为2万只，日本约有1万只，英国大约有7000只，而德国则拥有欧洲地区除英国外最大的鸳鸯种群。尽管2018年鸳鸯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红色名录中被列为无危物种，但由于栖息地减少和人为猎捕，
鸳鸯的天然种群仍在持续减少。中国在1989年将其列为2级国家重点保护动物，1996年在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中列为易危。中国一些著名的鸳鸯自然保护区，包括1984年建立的福建平南鸳鸯省级自然保护区和1997年建立的江西婺源鸳鸯湖省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希望有更多热爱自然和动物的人能够一同努力，保护这些美丽的鸟，帮助它们的种群不断壮大，以便更多的人能够欣赏这一美丽的动物。感谢您看到节目最后，节目中有不对的地方还请您留言指正，也希望您能订阅我的频道，期待与您在下一期节目再见。